首先感谢 LIMU5858的打赏，谢谢，祝福你在新的一年里开心幸福，祝福朋友们开心幸福。好，后面是今天的更新。什么是权力人格？我们该如何去应对权力人格这种变态分子？为什么在中国文化里，弱者好像天然拥有道德上的优越感？这其中的心理学机制是什么？今天我们继续读《巨婴国》这本书。今天的读书章节中有以上问题的答案。今天我们读到的是极致的控制欲等于恋尸癖、千人一面与枪打出头鸟这两个专题。想听更多的内容，可以订阅我的 YouTube 频道。读完这本书之后，我还会就解读中国文化这个专题去分享更多相关的书籍。我们共同查杀掉自己头脑中的中国文化病毒，在个体层面做到文化出埃及，早日跃迁到现代文明的状态。让我们开始吧。极致的控制欲等于恋尸癖。一位妈妈讲给我一个故事，她的儿子要读小学1年级了，开学前有一个体验日，她带着儿子和大她3岁的女儿一起去学校。到了学校，她发现儿子很胆怯。小朋友看到一个邻居小女孩，想和她打招呼，用手碰她，但她一回头，她却立即退2步，说不出话来。因为这种胆怯，他想黏住妈妈，而妈妈则希望儿子独立，能承受这点小小的挫折，所以半鼓励半逼迫儿子找小伙伴去玩。离开妈妈后，小朋友很茫然，然后看到姐姐，姐姐很放松很潇洒地和几个小伙伴一起玩，于是他找到姐姐，想黏住姐姐。姐姐一开始很乐意带弟弟，但不久后有些不耐烦，想把弟弟推开，这时弟弟就嘴一撇，想要哭，于是他只好允许弟弟黏他。妈妈则发现这时儿子的茫然好了一些，但他开始有些霸道，对和姐姐一起玩的小伙伴们有些敌意，排斥他们接近姐姐和他。他讲完这个故事，我感慨说，你看，这也是你和你丈夫的关系。她是一个女强人，争胜强干，而丈夫则有些无能和懦弱。她很多次想和丈夫离婚，但一直没有下决心。不过越看丈夫越不顺眼，实在不能明白丈夫对她来讲有什么意义。她的女儿对儿子的意义，就是丈夫对她的意义。说好听一点，这个意义是陪伴；说难听一点，这个意义是陪衬。将2点联系到一起，她恍然有所悟。她说，事业早期要谈生意的话，不能独自去，会慌张，所以她要拉着丈夫一起去。丈夫虽然不能在谈生意上发挥什么作用，但只要他在，他就可以心安很多，就可以有较好的状态去面对生意伙伴。谈生意只是一个缩影，一个比喻，是他们20多年婚姻的缩影。也就是说，丈夫一直在扮演这种角色，也就是他的陪衬，并且丈夫对她，一如女儿对儿子，有些不耐烦，但却不能离开，因为怕她会难过。用最简单的术语讲，丈夫满足了她对安全感的需求。用稍微复杂一点的术语讲，丈夫给她提供了控制感。独自一个人时，面对外部世界，她会慌张，有失控感，有无力感，不知道如何控制外部世界。但对丈夫，她有绝对的掌控感。当然，其实这是她想象的。所以，当失控和无力感发生时，看到丈夫这个稳定而可控的客体在自己身边，她就心安了。只是她的心安同时伴随着的是丈夫的不耐烦和丈夫的失去自我。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中，在这样的一个历程中，她的能力和自我不断被激发被滋养，而丈夫因为只是她的陪衬，越来越萎缩。中国太多人的婚姻就是这样的搭配，一个人只是另一个人的陪衬，而这个陪衬很难被看到被尊重，相反会被蔑视。另一方很难意识到这个陪衬究竟有何意义。当然，陪衬也有他自身的问题，他们通常是比较封闭的那个，缺乏足够的动力冲向外部世界，于是部分借助伴侣的动力多少打开了一些，但整体上他们会越来越失去自我，越来越封闭。他条件一直很好，最初不乏追求者。之所以选择丈夫这样的男人，有一个感觉极为关键。他说，当时他觉得他好安全，好可靠啊，他的人生一眼就能看到头。第一次听到有人讲这种择偶原因时，
我很震惊，但后来发现，竟然有非常多的人出于这个原因选择了自己的伴侣，并且多位女性说出了和这位妈妈一模一样的话。男人做类似选择时，容易使用的语言是他很单纯、很听话、很乖。如果你是因为这样的心声而选择自己的伴侣，那意味着你的安全感很低，很害怕失控，所以要找一个像多星气体一样的伴侣。他的不活跃让你觉得好控制。的确，其中很多人说，他们同时有更喜欢的对象可以选择，相比起伴侣来，他们更有激情，但也更难把控。一位女士就此说：“我真没法预料和这个男人在一起，第二天会发生什么。”在这里加入一句，对比生物学里的自然演化学说，这个中国文化下的这种选择心态，经过很多代的选择进化，导致冒险、创意等基因得不到传承，只留下了那些因循守旧和不思进取的基因，组成了这个沉闷的群体。好，回到这本书的内容，这一逻辑开始是这样，以后也会延续。如此选择的人势必会倾向于压制伴侣的自由选择，因为伴侣的选择只要和你想象的不一样，你就会有不安，甚至会有失控而导致的崩溃感。然而和他们在一起，你可能又会觉得乏味，会抱怨对方没有活力。你必须清楚是你做了这个选择。这种逻辑发展到最严重的地步，就是所谓的恋尸癖。恋尸癖本来指男人奸淫尸体的特别癖好，但它的核心逻辑并不罕见。你必须和我想象的完全一致，有任何不一致，我都会暴怒。若持有这一逻辑，最后你会发现，只有把对方弄成僵尸一般的存在，才符合你的要求。希特勒的恋尸癖在超级强人如著名的独裁者身上是最容易见到的，这是由权力的属性所决定的。著名小说《1984》中，审判官对男主角说：“权力就是我可以将脚踩在你的脸上，而你不能反抗。”因为太执着于权力自恋，强人们常常执着于自己的判断，而对显而易见的事实却视而不见，也就是生活在一个信息茧房里，以至于最终导致一些重大的失误。比如斯大林格勒战役中，希特勒非要让德军战斗到最后，最终让纳粹德军损失了150万人，而这是全德国战斗力的1/4。一般来讲，人们认为这些强人绝顶聪明，洞若观火，高瞻远瞩，很少犯错。但我不这么看，我认为他们只不过是有着超强的控制欲望，特别爱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，同时特别果断，特别无法无天，而且特别有毅力罢了。并且他们之所以特别果断，特别无法无天，特别有毅力，只是因为他们没有同情心，对别人的痛苦毫不在乎。所以他们在强加于人时，哪怕为了自己一个很小的欲求，都可以不成比例地去伤害他人，而且一点都不忧郁。正常人做不到这一点，因为我们会感同身受，当看到别人被伤害时，我们也会痛苦。所以希特勒可以完全不考虑斯大林格勒战役中150万德军的生命，而只是一味地让他们执行自己既定的战略。但相反，美国可以上演拯救大兵瑞恩这样的故事。在这样的独裁者的世界中，只有他一个人是人，其他人都是他实现自己目标或满足自己欲望的对象与工具。他会幻想，在他能控制的世界里，所有其他人都会100%地不折不扣地去执行他的意志。就好比是他是一个下棋的人，其他人都是棋子，他命令棋子怎么动，棋子就该怎么动。如果棋子忽然自己动了一下，他会暴跳如雷，哪怕这个棋子走的这一步是正确的。所以心理学家弗洛姆认为，希特勒等纳粹高层具备权力意志人格，他们有恋尸癖，也就是说，他们对健康的、有同情心的、积极乐观而且热情开朗的人不感兴趣。他们希望人像尸体一样，不怕疼痛，100%服从命令，并且在被指挥送死的时候一点都不害怕，一点都不忧郁。也正是因为这种人格，让希特勒在众多追求他的女子中选择了艾娃。一个熟知希特勒与艾娃关系内幕的人说，对于他希特勒来说，艾娃不过是个可爱的小玩意儿，她缺乏逻辑性，头脑愚笨，只是长得漂亮。但是或许正因为如此，
希特勒能在他身上找到一直以来都追寻的宁静与放松。我认为，就是在私密世界里，仍然只有他一个人具备意志，而他最亲密的女人只是一个没有意志的棋子，必须是他让她动，他才动。如果这个女人个性独立，知道自己要什么，而且会不懈地追求，那么希特勒就会失去他追寻的宁静和放松。要找到这种宁静和放松，就只有去找艾娃这种依赖性极强而且极其没有主见的女人。她不是以自己的魅力战胜了其他竞争者，而是因为她的依赖个性对希特勒有致命的诱惑。控制欲望极强的强人们绝少喜欢有同样个性的人，哪怕那个人是最亲密的人。所以当长子乌代展示他的意志时，萨达姆策划了一次暗杀行动，把自己的长子乌代打成了残废。政坛上的强人如此，生活中的强人也是如此。我知道的一个港资公司的高层经理最讨厌下属主动提建议，如果有人这样做，就会被开除，不管建议多么合理。正是因为这种个性，强人们认识现实的能力被大大地打了一个折扣。德国一个心理学家将强人们形容为穴居人，他认为强人们的控制范围仿佛是一个洞穴，在这个洞穴里完全是他说了算，他的臣民们没有一点机会表达自己的意志，而在这个洞穴里，他的确运筹帷幄，算无一策，但是他的洞见力仅限于这个洞穴，对洞穴外面的世界，他只能看到被洞穴限制住的有限天空。所以一旦要和洞穴外面的世界建立联系时，他就会犯晕。在这里加一句，当你听到这里时，请不要联想，当然你可以移动或者电信。最严重的恋尸癖，估计心理治疗师也没辙。一般意义上的，也就是过于限制伴侣自由意志的，首先要知道你做了什么选择，对此给予尊重。当然，尊重并不意味着不改变，特别重要的是尊重对方本来的样子。其次，若是能做到鼓励对方做自己，同时收敛自己意志的过度扩张，若做不到，可以找咨询师帮忙。千人一面与枪打出头鸟。中国人常见的一种心理是，大家要什么我也要什么，大家什么样我也什么样，由此构成了千人一面都活得一个样子。所以最好在该结婚的时候结婚，不能离婚；在该要孩子的时候要孩子，不能丁克。然而我们又要攀比，于是变成了我要的要比别人多一点，以此来证明自己卓越。但这种卓越缺乏个性，还是同质化的渴望，大家都挤一条路，而构成了独木桥。这是在集体主义的泥潭里打滚，最高的追求是成为集体的王，但这个王的面貌与个性还是与集体一致。我们害怕个性化的追求，因为它意味着成为你自己，意味着脱离了群众，这会导致很深的恐惧感。这是一种很深的强迫症，必须形成一个声音，因为巨婴只能接受和自己一样的人，谁如果和自己的声音不一样，谁就是非我，就是异类，乃至恶魔，就该去死。似乎和别人不一样本身就是一种罪过。我一个好朋友在该结婚的时候结婚了，该生孩子的时候生了孩子，他建议我也该这么做。我问他为什么非得要这么过呢？他说因为大家都这么过啊。对于他的这个回答，我一直难以理解。做了咨询之后，我才有了真正的理解。太多的来访者说过，离婚对他们而言就是一种失败，就意味着他们和别人不一样了，不正常了。因此面对别的正常人时，他们就觉得低人一等，无比羞耻，并且觉得别人在嘲笑自己。实际上，现在社会宽容了很多，而且离婚的人太多了，这种嘲笑即便有，也不会太多。所以这主要是他们的内部感知。这种心理的核心是害怕被抛弃，群体是一个样子的，在他们看来，如果自己和群体不一样，他们就会认为自己融不进这个群体，都是因为自己特别，于是特别就成了一种羞耻，而不是酷。一位女士考了 MBA， 同学中多数都比她年轻，她融不进年轻同学的圈子，她随即有了羞耻感，觉得是自己年龄太大了，这个外在条件导致她融不进群体，而处于可怕的孤独中。其实是她一直都是孤独的，当年轻的同学们邀请她时，
他总是有些抗拒，但这种微妙的心理不容易觉知，而年龄大是很容易被归罪的。孤独的婴儿都是破碎的，他们都想融到关系中，融到人群里，其实就是想找到和他们共生的妈妈，而共生心理又会让他们想，我要和你们一样，你们也要和我一样，这样关系才能建立。而如果谁有了个性，共生就被破坏了，所以要枪打出头鸟，谁特别，谁想抢风头就灭谁。这种心理导致我们很容易跟风。小时候我一直纳闷，为什么我老家那里卖西瓜的一定是赚1年赔1年，总是这个规律。卖西瓜赚了，大家都去种西瓜，结果西瓜多了就赔了，赔了大多数人不种了，结果种西瓜的成了少数，于是又赚了，赚了大家又去跟风，然后又赔了，如此地循环多年。先是种西瓜，而后是养殖业，如养鸡、养猪等等，跟风就变得更为可怕一些。城市里的跟风也比比皆是，像香港的大黄鸭轰动一时之后，全国各地都在复制大黄鸭，结果这事儿就不特别了。大黄鸭的创作者不解，也很愤怒，觉得他的版权没有得到尊重。盛行个人主义的社会会鄙视这种跟风，但集体主义社会跟风像是一种必然。共生心理是导致千人一面的一个关键，而另外一个关键则是原始嫉妒。一般意义上的嫉妒是男女关系中的，而原始嫉妒也就是独占心理，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红眼病。它的真实心理是，我要独占一切的美好，不想和别人分享什么，谁任何一个地方比我好，我都眼红，都会羡慕嫉妒恨。原始嫉妒也源自共生心理，也就是婴儿觉得妈妈只属于我一个人，我们将此理解为对妈妈的独占。但从婴儿来看，是他觉得自己和妈妈是一体的，他与妈妈就是世界，当然世界要围绕着他转。与男女三角关系中的嫉妒不同，原始嫉妒要占据一切资源，特别是赞美与认可。若有人构成了威胁，则会引起狂烈的情绪。电视剧《花千骨》热播时，我粗粗看了一下，也就看了开头的几集，又看了结尾的几集，中间脑补，制作精良，情感表达也不错，但受不了国产剧中常见的一种逻辑，也就是所有男人都爱女主角，而所有女人都爱男主角。说所有的就过分了点，但差不多就是这种感觉。还是更喜欢《权力的游戏》中那种复杂的情感世界，没有谁是绝对的中心。所有男人都爱我，所有女人都嫉妒我，我是这么纯洁善良。花千骨讲的就是这么一句话。前半句是原始嫉妒心理，我独占所有的好，在每一方面都胜过其他人。这种心理很忌讳直接的去表达，因为独占一切的愿望自然会招致别人的反感与反弹。比如倪漫天直接要这个，所以招致了所有人反感他。而花千骨则是我不争，你看我善良到极致，但我自动就成为了世界的中心。这条善良地成为世界中心的路就安全了很多。其实这就是网络上流传的所谓绿茶婊的路数啊。这条路数失败后，花千骨本色暴露，成为为所欲为又无所不能的妖神，原始占有欲远胜过倪漫天。原始嫉妒在母婴共同体中也有微妙的表达，婴儿觉得母婴共同体中所有的好都要归于他一人。比如花千骨一出生母亲就死掉，他还长得这么好，那功劳自然要归于他的天命，而不是平庸的父亲。写到这儿，我有点明白了岳飞父亲的冤案是怎么回事。岳飞父亲堪称理想，富有仁厚，将岳飞培养的文武双全，直到岳飞在战场上崭露头角后才去世。但民间却传说，岳飞刚出生3天就遭遇水灾，父亲死后一直贫穷，和母亲相依为命，这样就抹掉了岳飞父亲的功劳，显得岳飞像是有天命一样，自动成才。常见的嫉妒分为3种：第一，三角关系中的性嫉妒；第二，原始嫉妒；第三，我不能好，你也不能好的嫉妒。我压抑了自己不去争抢，而你竟然去竞争，还比我好，我恨死你！我恨自己为什么不去竞争。第3种嫉妒，在我看来是枪打出头鸟的深层原因，而它也由原始嫉妒演化而来。有原始嫉妒的人，如别人比自己好，
就会恨不得对方去死。这种心理投射到别人身上，就变成如果我比别人好，别人就会恨不得我去死，所以我出于恐惧也不去竞争，怕被恨死。但同理，你也不能竞争，否则我恨死你。第三种嫉妒导致我们压抑地活着，克制着自己的竞争欲望，没有伸展自己的手脚，也看不得别人好，相当于阉割了自己，自然也忍不住要去阉割别人。所以有了这样的哲学，也就是木秀于林，风必摧之。我们只接受一个人无私地去竞争，所以太多的中国人竞争时要伪装成为人民服务，不，为别人服务。每个人犹如一个能量炮，他要伸展自己，而竞争就是最自然地去伸展。所以解决第三种嫉妒的办法是好好地发展自己，大胆地去追求自己想要的，让自己的生命充分伸展，同时去祝福别人的发展，不敢伸展又暗自竞争，这会显得非常猥琐。一位来访者是企业家，他就想独占所有的好，恨不得每一方面都最强，但同时他又是一个严重压缩自己的人。但逐渐地品尝到伸展开手脚的美妙后，他的原始嫉妒轻了很多，可以由衷地去祝福别人了。一位妈妈说，她6岁的女儿告诉她，我小的时候觉得我是最好的，别人比我好我会哭，但现在别人比我好我不会哭了，因为我觉得我就是最好的。这是一条真理，你真觉得自己是好的之后，你就能接受别人的好了。第三种嫉妒容易引出这样的结果，我不发展自己，而把自己弄在一个很低的弱势位置上，但处在这个弱势位置反而有了道德上的优越感，然后就可以看一切都不顺眼了。毕竟我压抑了自己，不出风头，成为了一个高尚的人。你看你们那些白富美高富帅，都是些自私而占有欲极强的坏人。这也是我们文化的一个特点，我们尽管也崇拜强者，但我们普遍认为他们是坏人，是掠夺了别人的资源才成为强者的。至于弱势者，因为压缩了自己的能量，显示了自己的无私，然后仿佛就可以去鄙视所有人了。这也是很多人在网络上理直气壮地喷别人的原因，他们活得那么差，就可以在道德上攻击其他人了。如果自己在一个很低的位置上，言语就自由且无敌了。虽然说真实的情况是当权者说了算，但在舆论中我们却有相反的道理，那就是谁弱谁有理，谁穷谁有理。好，今天的读书分享暂时到这里。今天我们读了《极致的控制欲等于恋尸癖》、千人一面与枪打出头鸟这2个专题，期待在下一次的读书分享中与你再相逢。